真实的新加坡鬼故事都被收集在了这一本书里面。这一本书都生灰了，这个是我小学的时候买的一本，看到没有？哈喽，我是夏天，欢迎回到天天下讲。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本书。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首先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鬼故事，以前小时候真的是人手一本然后还会跟朋友商量好要买不同的集数，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换着读。然后另外呢，中元节也到了嘛，我就想说可以做一个鬼故事特辑这样子。这一本是我非常非常宝贝的一本，然后到现在我还舍不得丢掉，因为小时候的家境没有那么好，然后买一本书的话我一般上都要考虑很久，所以其实它是在图书馆都有的，但是我想要自己拥有一本。其实它就跟你那种社交的筹码一样，它不是一个必需品，但是如果你有它的话，你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换着读。那我们来一起看。然后这本书里面它就有 Part 1、Part 2，然后不同的 Part， 然后还有读者的故事，还有就是新加坡被日本占领时期的一些故事，可能是根据不同主题来拍的吧。我们从里面抽3个出来读好吗？然后我看到一个私信让我很想读的就是 MRT Funeral， 这是我们第一个选的方式，因为我有私信想要看，那我们第一个故事就选它。然后我们第二个故事我们就会随机的选一个页面给它停下来，然后就是命中注定抽到要读哪一个故事就读哪一个故事。第3个我到现在还没想好，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 MRT Funeral， 也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地铁上的葬礼。这个投稿人是个39岁的一个 bus conductor。bus conductor 是什么啊？他是一个就是检票员吗？还是在上面维持秩序的？因为我只知道现在我们大巴士是有司机，但 bus conductor 这是什么职业？接下来我会用第一人称去叙述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然后他的哥哥在地铁站里面工作，然后在牛顿地铁站和乌节路地铁站之间的连接开通之前呢，他们前往乌节路站查看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黑影在移动，然后随着他们更深入的走入那个隧道里面，隧道也变得越来越暗，那他们的眼睛也开始适应了这样的光线，然后他们就看见4个人扛着棺材跟他们往同个方向在走。虽然他们感到非常的害怕，但是没有办法，谁让他们现在在工作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拿出自己的手电筒，并且照在那4个人的身上，要求要看他们的身份证。那4个人呢就停下脚步，慢慢的转过身，没曾想盯着他们的那个脸竟然是空的，他没有眼睛也没有嘴巴，只有洞。然后紧接着这4个黑影就迈着很沉重的步伐向他们走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呻吟，他们呻吟的声音也在隧道里面回荡，吓坏了这2个人。然后他们马上跑回去牛顿地铁站，最后这2个人回来的时候已经精神状态不太好了，所以就被送到了医院。从那以后就有一些人在说，其实这片地区呢以前是一片墓地，那现在他们在施工，就等同于在唤醒这些埋在地下的死者。那这个书它其实有一个特点，除了作者他自己会在书里面收录一些自己写的故事呢，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投稿人一起写出来的。那这个作者也会对投稿人的故事做出一些反应，然后写下一些回复。那这个作者针对这一个故事是说，那里其实是有一片犹太人的墓地，然后许多的读者其实已经有投稿告诉他们说，那里的墓地有很多很多的鬼故事。然后建议这个投稿人去看看，因为这个墓地就在牛顿地铁站的旁边。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恐怖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它的恐怖指数是1颗星。其实牛顿还有乌节路，它不是在红线上面的吗？红线有隧道吗 ？OK， 我不知道，观众如果你们知道的话，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讲。OK， 下一个故事我就不看了，这里吧。再来1、2、3。OK， 这个左边还是右边？我其实看不到，看这个的吧。
这里是有一个吗？这篇的 title 是 Midnight Rider 午夜骑士，然后是一个24岁的男性行政助理所投稿的。他说，我的表弟，他的名字叫做 Ken， 然后他最近从香港来新加坡2个星期。那有一个晚上，他沿着 Mount Pleasant Road 开车的时候，遇到一个想要搭便车的女人，外面有飞机在飞。然后当时已经非常晚了，所以他就担心这是一个陷阱。然后这个表弟 Ken 他就感到非常的不安全，觉得这个女人她身边一定有其他的同伙在旁边等着她下车。然后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也为了逃避这一个奇怪的女人呢，他就猛猛地踩了一脚油门，然后就超越了那个女人。当 Ken 远远超越她的时候，他就闻到了浓浓的香水味。然后 Ken 呢，他其实是有一项特异功能的，就是他能够通过味道去记住一个人。所以当他在闻到这个香水味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诧异，因为这个味道跟他以前做销售的前女友用的香味如出一辙。所以他一闻到香水的时候，他就抬头看了一下后视镜，结果看到有一个女人坐在一侧，让他大吃一惊。Ken 马上踩了急刹车，然后因为这个刹车实在刹得太猛了，加上他自己忘了系安全带，所以他的下巴就很用力的撞到了方向盘。他感觉自己的头有剧痛，嘴巴里还有血锈的味道，但他第一个反应是回头看。当他转头看向后方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后座一个人都没有。在他回到家之后，我和我的母亲就拼命地缠着他，让他给我们说说他到底是怎么受伤的。那 Ken 也就讲述了他事故的经过，然后我的母亲在听完 Ken 的讲述之后，就说有很多年前，在同一段路上面，有一个女人，她的车子就抛锚了。那当时她想要在路上找别人帮忙，结果被4个假装想要帮助她的男子残忍的轮奸，然后杀害了。我的姑姑曾在东陵的警察局工作，她也就证实了这个说法。似乎除了 Ken 之外，也有其他人在这条道路上看见了这个女人，并且报了案，但是警局方面调查也调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这个神秘女人的故事也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民间的传言。然后 Ken 在听到这些话之后惊慌失措，坚持要到同一个地方去祭拜她。虽然当时天色已晚，但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只好带着一些橘子跟他一起回到那条路上。然后他在路边表达了自己的歉意。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闻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味道，一种女人的香水味。我的阿姨呢，她也闻到了，她转头看着我，我看见了她眼中的恐惧，不禁打了个寒颤。哇，这个故事恐怖的点不在于这个内容恐怖，可是就是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看完这个故事，我就有2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故事真的很悲剧，因为他只是需要一些帮助，结果他没有得到他要的帮助，还被残忍的杀害了。然后我觉得故事里面的 Ken 也是一个好人啊，因为如果是 Ken 的话，我吓死了好吗？我再也不想回去那个路段了。结果他没有，他听完那个故事，他感到很抱歉，他还回到那条路上，还给他带了一些祭品。这故事，恐怖指数对我来说可能3.5，3.5。作为一个故事要怎么选呢？我在想啊，因为他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有放那个投稿人的年龄，我们就找第一个年龄跟我一样的，好不好？ OK， 从 Part 1开始找一下。我在 Part 2的找不到。我可以说我18岁吗？为什么没有啊？如果找不到跟我年龄一样的就没有了，没有故事了啊。找到了，这个故事也挺长的。 OK， 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然后是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大学生所写的。同样的，我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个故事。他说
当我还在当兵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熄灯了以后，我们全部都会偷偷溜下床去玩通灵板。然后我有一个 platoon mate， 他的爸爸是一个灵媒，所以他知道应该要做一些什么。然后他就教我们把一个手指放在小茶杯上面，让这个灵魂把茶杯绕着板子切成一个八卦的形状，在木板上面移动。那木板上呢，也写着了很多很多看起来非常神秘的汉字。什么叫做看起来很神秘的汉字？是你不认识字是吗？那我们几个男生都非常的顽皮哦，问的问题从阴间的世界到我们未来的老婆会是谁，还有中奖号码是什么。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就跟一个女鬼取得了联系。她通过通灵板跟我们说，她是因为情感不顺利所以去世的。那她自称念念，她的灵魂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因为她的牌位没有被寺庙妥善的保管。然后最令我们吃惊的就是，她还跟我们说，我就是前世对她不忠的那一个人，害她日渐憔悴。正因为如此，她认为我应该作为补偿，去帮助他把他的牌位从张仪的寺庙移走，把他送回玉郎。我完全被他的话给吓住了。我想，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可能会缠我一辈子，所以我感到非常的害怕。于是我就答应了，但是我该死的那些其他 platoon mate 还在那里哈哈大笑，好像这是什么一个天大的笑话一样。但言归正传，我下一次补修的时候，我就去了他所描述的那座寺庙。那果然，那里有一块同名女孩的牌位，她是在50年代去世的，而且去世的时候非常年轻。我告诉寺庙的管理员，我是她的亲戚，想把她的牌位供奉在我家的祖屋里面。但是起初这个寺庙管理员他还不相信我，但是经过了一番劝说，还有再塞了500块钱给他之后，他就同意了。于是隔天的早上，我就安排了一位朋友开车送我到他所选择的玉郎寺庙。在任务完成之后，我感到如释重负。那天晚上，我梦见一个女人感谢我，她甚至在梦里亲吻了我，并说会永远爱我。这作者好好笑，这个作者回复了这个投稿人说，弗洛伊德认为人在做梦的时候会在梦里去实现他们一个不愿意说出来的愿望。那如果我们用他的理论来解释这位朋友的故事的话，他的女鬼会不会是潜意识里面想要找一个女朋友的愿望？难怪这个故事会发生在他当兵的时候。如果要我为这个故事打一个恐怖指数的话，我觉得是0，因为我不觉得它有任何恐怖的元素。我比较想知道，但是这个投稿人并没有展开来说的，就是这个女生哦，她的灵魂说这个投稿人是她前世的情人。但是他也说了，他是因为为情所困，所以才结束自己的生命。他难道不是应该去恨这个投稿人的前生的吗？那他最后为什么还会去吻他，并且说永远爱他？我觉得这个故事有很多的我想知道的问题，他并没有交代清楚。我觉得这个作者文笔也挺搞笑的，他那里也写了一段说他的 platoon mates 也把这个当做一个笑话在看，所以我不觉得他有任何就是比较恐怖或者能吓到我的元素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3个故事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故事呢？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和分享。那我们下个故事见，拜拜。